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母乳喂养全胸喂的心得体会。在我上一个生产视频有提到，我和 Amber 在母乳喂养道路上非常的不顺。经过无数次的努力和尝试之后，在 Amber 2个半月的时候，我终于实现了全胸喂母乳喂养，心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以前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都经历了哪些困难，然后怎么样克服的。首先来简单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坚持全胸喂母乳喂养。那第一呢，就是我的个人体质是属于奶非常多的体质。那如果用吸奶器呢，我就会越吸越多。我在月子里的产量基本上能达到一天1000到1200毫升，而 Amber 呢，那个时候大概每天只能吃500到600毫升，所以是远远的供大于求。那我每天产这么多奶真的是非常痛苦，冰箱里的冻奶都塞满了。那我真的非常想达到供需平衡，而达到供需平衡的关键呢，就是要坚持全胸喂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吸奶器不能有效的疏通乳腺。那我个人是非常容易堵奶的体质，用完吸奶器之后呢，我经常发现胸不是这儿就是那儿有硬块，我需要用手来去疏通按摩，才能把这些硬块疏通掉。那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，我经常担心自己会得乳腺炎。但因为吸奶器的原理是真空负压，将乳汁从乳腺管里边吸出来，所以如果你的乳汁有的地方比较浓稠的话，其实吸奶器并不能有效的把这些乳汁排出来，那久而久之，这些乳汁就容易淤积在乳腺管里边。那我老大那会儿呢，就是用吸奶器用了1年，那在这1年泵奶之中呢，我经常的堵奶，那乳汁反复淤积在乳腺管里，就会造成乳腺导管的扩张。那我在断奶之后呢，由于乳腺导管扩张非常严重，再加上种种体质、休息压力的原因，我就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。当时胸上面长了鸡蛋大小这么大的硬块。那我是通过在胸上面打激素针，通过物理理疗，经过了2个多月的治疗才康复，真的非常的痛苦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只要你用吸奶器就可能会造成乳腺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吸奶器多多少少会对乳腺有一些损伤，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胸喂的话，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去胸喂。那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用吸奶器的时候，我的乳晕和乳头非常的疼，用完吸奶器，我的乳头都是肿的，非常的痛苦。那如果是胸喂含乳好的话，其实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的，反而是非常的舒服，母亲和宝宝都会非常的享受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bonding的机会。所以我在生下 Amber 之后，就发誓一定要达到全胸喂母乳喂养。那 Amber 出生之后呢，真是困难重重。首先在 Amber 出生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舌系带非常的短，她的舌头基本上不能伸到牙龈的外面，那这样就会造成哺乳的困难。那在 Amber 出生第3天呢，医院就给她进行了舌系带的修剪手术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的乳头比较扁平和粗大，那这样的乳头对于婴儿含乳来说比较困难，要经过反复的练习才能学会。那当时在医院的时候，母乳顾问就建议我用这样的乳头罩 nipple shield 来进行哺乳。那如果我不戴乳头罩的话， Amber 根本含不住我的乳头。那乳头罩呢，就是这样一种硅胶的，那把这个乳头罩扣在乳头上面呢， Amber 就能含住了。那戴上乳头罩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Amber 会习惯只用嘴巴含住这个乳头罩上面的这一部分，就相当于只含住乳头的部分，这样含乳就非常的浅。那我经常把乳头拔出来的时候，发现乳头呈现口红的形状，这就证明含乳很浅，乳头位于牙龈后面这个硬硬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会把乳头挤扁，堵塞住出奶孔，从而导致婴儿不能有效的吸奶。对于妈妈来说也非常的痛苦。那每次 Amber 吸奶的时候，我都要咬紧牙关，然后非常痛苦的坚持着，基本上坚持5到10分钟我就放弃了，而且 Amber 也没有吸到什么奶。那经历这些困难之后，我发现我必须要求助了，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母乳顾问。那这个母乳顾问非常有经验，那他就发现呢 Amber 呢，不仅舌系带有点紧，他的上唇系带也很紧，所以他就建议我把 Amber 带到儿科牙医那里进行再一次评估。
那在 Amber 1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就把他带到儿科牙医那里做了舌系带和上唇系带的修剪手术。那在 Amber 做手术之前呢，因为全胸位实在是太痛苦了，所以我就基本采用的是用吸奶器吸出来，然后平位。做完手术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尝试胸位。那这个时候发现呢 Amber 因为已经习惯了平位了，他不吃胸了，每次把他抱到胸前的时候就嚎啕大哭。那这个时候 Amber 才1个多月，年龄比较小，他的一些婴儿的本能还在，所以我采用 lay back feeding 来去鼓励他吃胸。下面用这个娃娃来代表 Amber 吧。首先呢，把 Amber 的衣服脱光，只剩下尿布。那我呢是这样斜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，然后 Amber 呢就这样趴在我身上。那这个 lay back feeding 的关键点呢，是他的肚子和膝盖要靠在我的身上，给他一个支撑点。那有了这个支撑点之后呢，他就会本能的去寻找乳头去含乳。那我发现这个方法呢，对于 Amber 来说确实奏效了，他就这样趴着摇头晃脑的就开始在寻找乳头，然后我就戴上乳头罩，把乳头送到 Amber 的嘴里。那用这个方法呢，我发现 Amber 是愿意含乳了，但是呢，他不愿意吸奶，因为吃胸呢一开始是不会有奶的，婴儿需要通过他的吸吮刺激产生出奶阵才会有奶。那他当时就非常的着急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奶瓶喂养，那奶瓶呢出奶速度是非常的快的，他一吸很轻松的就有奶出来。他趴在我胸上半天都没有出奶，所以他就很着急，嗷嗷大哭，也不吃胸了。那我之前在给 Amber 平喂的时候呢，是用的这个 Even Flow 的奶瓶。我选择这个奶瓶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奶头的形状比较像我的乳头和乳晕，但是呢 Even Flow 这个奶嘴的流速相对来说比较快，所以它非常容易的吃到之后就不愿意去花力气去吸胸了。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，就赶紧给它换成 Dr. Brown 的奶瓶，然后把这个奶嘴换成 Preemie 就是早产儿的奶嘴。那这个奶嘴呢，相对来说流速就很慢，它吸起来呢就比较费劲，需要稍微多花一点力气。那因为那 Amber 呢，平时吃奶都是采用这样的躺着吃奶的方式，所以一旦把它换成这样趴在身上或者摇篮式的抱法的话，它就非常的抗拒。那我除了采用 lay back feeding 利用婴儿的本能去寻找乳头呢，我还采用了摇篮式的抱法去平喂。那具体来说呢，就是像这样的摇篮式抱法，然后呢把奶瓶放在胸的侧面，这样去喂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喂养之后呢，Amber 就渐渐习惯的摇篮式的抱法，这样我每次把 Amber 抱到胸前的时候，她都不会再抗拒了。那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呢， Amber 是愿意以摇篮式的抱法吃胸了，而且吃胸也比较有耐心了。但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，我发现他不会吸奶阵了，一旦奶阵来了，奶出的比较急的时候，他就来不及吞，会被呛到。那每次被呛到，他就非常抗拒吃胸。那我发现这个流速慢的奶嘴呢，就会养成他吃细水长流的习惯，不愿意吃比较快的奶阵。所以呢，我又把 Amber 换回了 Even Flow 的奶嘴和奶瓶，但是呢，我采用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。那跟普通的喂养，就小孩这样躺着，然后瓶子这样斜着喂养方式不一样的是，我采用的是 Pace Bottle Feeding。那关于 Pace Bottle Feeding 呢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视频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小孩这样竖着抱奶瓶，平行或者稍微斜一点。那当他吸了20到30秒钟之后呢，你就把奶瓶放下来，奶嘴还在小孩的嘴里，这样就模拟没有奶阵的情况。那当他在开始吸吮的时候，你又把奶瓶放到平行或者稍斜一点，模拟出奶或者奶速比较快的情况。那你通过调整奶瓶的角度呢，可以让婴儿适应奶速慢和快的情况。那经过这样的练习之后呢，我发现 Amber 呛奶的机会呢
就越来越少了。那除了Evenflo 的奶瓶进行 Pace Bottle Feeding 之外呢，我还是会用 Dr. Brown 的这个奶瓶。那这个奶瓶的奶嘴相对小一些，那婴儿在含住它的时候，它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容易外翻成鱼嘴的形状，这样就鼓励它去正确的含胸。那我发现 Amber 用 Evenflo 的奶嘴呢，它就不太容易形成鱼嘴，用 Dr. Brown 这种小奶嘴的奶瓶呢，就会容易形成鱼嘴状。那在这段时间的胸位呢，我还是戴着乳头罩，但是戴着乳头罩呢，含乳还是非常浅。那 Amber 经常就会含着乳头罩前面凸起的部分，也就是乳头的部分，还是会让我很痛，不会形成有效的含乳。他在 Amber 2个多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把乳头罩取掉了，我就把乳房挤扁，挤压成一个 sandwich 的形状，然后送到他的嘴里。居然奇迹般的 Amber 吃上了，我能听到他大口大口吞咽的声音，这就证明他已经有效的含乳了。而且我真的不感觉痛，非常的舒服，我就知道我基本上离成功不远了。从那次以后呢，我就再也不用乳头罩了，我就把乳房挤扁成 sandwich 的形状，然后送到他的嘴里。那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是需要用一只手把这个 sandwich 的形状保持好，然后让它一直很顺畅的吸。那经过几天的训练之后呢，我发现他已经懂得怎么样去吸了，所以我不用把乳房挤扁成 sandwich 的形状，它都可以有效含乳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他每次吸胸吸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他就不想吃了，就推开胸。那我经常是以为他饱了，但是放上秤上一称，发现他只吃了几十毫升，远远没到他平常的奶量。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用吸奶器吸出剩下的奶，然后用瓶子补给他。那这样一来呢，我就发现他每次都是吸胸吸个5到10分钟，然后就开始哭，开始要瓶子。我发现这样的节奏不太对。那在 Amber 2个半月的时候，我就决定给他断瓶了，我就只给他吃胸。那他当天的肯定是不愿意的，他一般吃到30-40毫升就要嚎啕大哭，要找奶瓶。那这个时候我就不给他奶瓶，然后让他饿，他饿了之后呢，我就又给他吃胸。那我记得当天下午他吃的很少，只有2-3次吧，每次只有30-40毫升。到晚上的时候他就饿得不行了，那一口气吃胸了，吃了120毫升，创了历史最高纪录。那接下来的2-3天之后呢，我还是这样继续的胸喂，不管他吃多少，只要他想吃我就给他吃胸。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呢， Amber 明白了他没有奶瓶了，他只有妈妈的胸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不那么抗拒了，而且吃得越来越好了。所以在2个半月的时候，终于成功的实现了全胸喂。那实现全胸喂的时候呢，我还是没有达到供需平衡，我还是供大于求，每次喂完奶胸都是胀胀的、硬硬的，很不舒服，特别是在晚上或者半夜的时候会胀得非常疼，我必须要用吸奶器吸出一点奶才会感觉到舒服。那对于奶比较多的妈妈来说，达到供需平衡的关键呢，就是要适度胀奶。胀奶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让身体知道小孩不需要那么多奶需要减产来达到供需平衡。所以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胸真的胀得非常疼了，我才用吸奶器或者手挤排出一点乳汁。那平时喂完之后呢，我就不去挤奶或者去吸奶。那慢慢经过2个多星期的调整呢，我现在已经达到了供需平衡。那平时呢，我不会感觉到胸很胀，那喂奶的时候呢，乳汁又会源源不断的流出，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。那现在 Amber 呢，已经可以睡整觉了，她从晚上11、12点能睡到早上6、7点，所以一晚上有6、7个小时的时间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都不用吸奶器吸奶或者是挤奶，可以跟她一起睡一个整觉，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。想当初我在喂老大的时候，在老大半岁以前，我都必须要每天半夜3点钟起来泵奶，如果不泵奶的话，我的奶就容易堵。所以呢，我真的鼓励有条件的妈妈尽量多胸喂，
因为胸位不仅对妈妈的乳腺比较好，容易实现供需平衡，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 bonding， 而且真的是太方便了，不用吸奶器的配件，带着娃说走就走啊，从此以后我可以到处带娃出去浪啦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儿了。那希望我的这段经历呢，对你会有所帮助。那如果喂奶还不顺的妈妈呢，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，不断的尝试，终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实现母乳喂养胸喂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欢迎回来。猜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了吗？没错，就是植发产品。那我最近呢用了一款超级好用的植发产品，就是这个叫 Better Me 的 Betty 植发梳。那它的效果呢，跟我的 GHD 植发棒的效果真的是有的一比啊！猜猜我这顺滑的头发，哪一边是 GHD 植发棒做的，哪一边是 Better Me 做的呢？好了，我们来慢慢揭开谜底吧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 Better Me Betty 植发梳和 GHD 植发棒的对比评测。